10多年前，英国一位家庭医生原本准备训斥一名不听话的糖尿病患者。这名患者患有2型糖尿病，按理说应该每日服药控制血糖。然而当他走进诊室时，医生惊讶地发现，这位女士不仅没有吃药，反而通过调整饮食瘦了将近19公斤，血糖值竟然恢复了正常。面对满面红光的病人，这位医生瞠目结舌，他从未想过不靠药物光靠吃，竟然能把糖尿病吃回去。这位医生名叫大卫·安温，而他的病人用的正是低碳水化合物饮食。这个出乎意料的成功案例彻底改变了安温对糖尿病的看法。他原以为2型糖尿病是种只能渐渐恶化、终身服药控制的慢性病，但眼前的事实让他意识到，通过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变，糖尿病并非不可逆转。从那以后，安温医生在自己的诊所开始指导更多患者调整饮食，不靠药物来改善血糖。结果令人大为振奋，许多患者的血糖达标了，体重减轻了，有些甚至真正进入了糖尿病缓解状态，再也不需要药物了。时至2025年，像安温这样的英国医生越来越多，他们透过最新研究和临床实践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：2型糖尿病可以通过改变吃来逆转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糖尿病的成因机制、饮食如何影响血糖，并深入介绍3种目前公开且有实证支持的饮食逆转糖尿病方案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场没有药物，只有刀叉与汤匙的健康革命。要了解如何用饮食逆转糖尿病，首先我们得明白糖尿病是怎么一回事。简单来说，2型糖尿病就是身体处理葡萄糖、血糖的机制出了问题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吃进碳水化合物，比如米饭、面包、糖分，消化后会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，此时胰腺会分泌胰岛素，一种让细胞把葡萄糖吃进去的激素，好比开门的钥匙，打开细胞的大门，让血糖进入细胞提供能量，从而降低血液中的糖分。然而在2型糖尿病中，这套机制出了毛病。一方面，身体细胞对胰岛素不灵敏了，俗称胰岛素抵抗，就像钥匙孔生了锈，胰岛素这把钥匙插不进去。另一方面，胰腺产生胰岛素的能力逐渐跟不上需要，等于钥匙数量也不够了。结果就是葡萄糖进不了细胞，在血液中越积越多，血糖浓度居高不下。长期高血糖会对全身造成伤害，可能引发心脏、肾脏、眼睛、神经等一系列并发症。每当医生告诉病人您得了糖尿病，患者往往会担心，以后是不是一辈子离不开药和针了？这正是因为传统观念中，2型糖尿病被视为无法治愈、只能控制的慢性病。那么血糖失控的根源是什么呢？除了遗传因素，主要还体重和饮食密切相关。多余的热量，无论是糖还是脂肪，会转化为脂肪囤积在体内，尤其喜欢堆在肝脏和胰腺周围。想象一下，胰脏就像一台制造胰岛素的工厂，如果周围和里面塞满了脂肪，机器零件运转不开，胰岛素产量就会下降。肝脏积累脂肪后，也会向全身释放过多的糖分。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罗伊·泰勒教授经过多年研究提出了一个双循环假说。他认为2型糖尿病的罪魁祸首其实是体内那一点多出来的脂肪。当一个人体重超过了自己身体能健康负荷的上限时，过剩脂肪首先在肝脏堆积，干扰肝脏对血糖的调节。接着肝脏把多余脂肪送到胰腺，导致胰岛细胞功能受损，胰岛素分泌不足，两方面一叠加，就引发了血糖节节升高的恶性循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并非只有肥胖的人才会得2型糖尿病，有些人外表看来不胖也运动，但仍罹患糖尿病，就是因为每个人体内能安全脂肪的个人上限不同。一些基因因素使得某些人在 BMI 并不高的情况下，肝胰内脏已经藏了过量脂肪，一旦超过个人脂肪耐受限度，哪怕体重看似正常，仍可能出胰岛素抵抗和血糖升高。所以归根结底，2型糖尿病就是身体对能量储存超载发出的警报。再这么吃下去，我撑不住啦。了解了糖尿病的机制，我们再看看饮食如何影响血糖。一句俗话，病从口入，对2型糖尿病来说尤为贴切。饮食既是导致高血糖的直接因素之一，
同时也可以成为扭转血糖失衡的强大工具。首先，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、糖类、淀粉类直接决定了饭后血糖的走势。吃下一碗白米饭或一块蛋糕，相当于一下子释放出大量葡萄糖，血糖猝然升高。相反，如果吃的是鱼肉、鸡蛋或绿色蔬菜，因为含糖很少，血糖就不会明显上升。所以我们常说的升糖指数就是不同食物让血糖升高的速度。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控制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控制碳水的摄入量和种类，尽量避免精制糖和精细淀粉，如含糖饮料、甜点、白面包等，改用升糖较慢的全谷杂粮和高纤维蔬菜，同时适当增加蛋白质和健康脂肪，让血糖上升得更平缓。管住碳水就如同关小水龙头，让血糖这股水流别冲得太猛。其次是总热量摄入，长期摄入超过身体消耗的热量，我们就会发胖，内脏脂肪也跟着增加。如前所述，这会诱发胰岛素抵抗，使血糖控制变差。因此，管住嘴不仅只控糖，还要控住总热量。很多研究显示，只要体重减轻，特别是减掉肝脏和胰腺周围的脂肪，胰岛素作用就会改善，血糖也会随之下降。哪怕减重 5%、10%，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和血脂指标都会明显好转。因此，减重堪称是逆转糖尿病的关键一招。而减重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摄入比消耗更少的热量，也就是少吃。最后，饮食还影响我们体内胰岛素的工作节奏。如果我们从早吃到晚，零食不断，胰岛素就一直处于加班状态，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可能会越来越低，就像长期噪音环境下听力会麻木。相反，如果我们给身体定期休息，一段时间不进食，让胰岛素水准降下来，细胞有机会恢复敏感度，反而有利于降血糖。这就好比人需要睡眠充电，胰岛素系统有时也需要饮食的间歇来调节状态。总而言之，吃什么、怎么吃，对血糖的影响极大。正因如此，改变饮食才能对糖尿病产生如此戏剧性的效果。既然食物把我们养出了糖尿病，那么聪明的利用饮食也完全有机会把血糖降回去。下面我们就正式来介绍3种不同的饮食策略，看看医生们是如何用它们来让患者摆脱糖尿病阴影的。方法1：极低热量饮食，用节食减重来拆除糖尿病。第一种方法的关键词是热量，它的原理简单粗暴，大幅度减少每日摄入的热量，逼迫身体动用储备能量，燃烧掉内堆在肝脏和胰腺里的过剩脂肪，从而实现血糖恢复正常。这就是所谓极低热量饮食，通俗点说就是严格节食减肥。听起来有点饿，是不是？事实上，这种方法常常需要将每日总热量控制在800卡路里左右，远低于普通人的日常摄入，基本上等于把身体饿一饿，饿出新生。别小看这招挨饿大法，它可是有扎实的科学根据。还记得前面提到的罗伊·泰勒教授吗？他发现许多接受减重手术、胃绕道等手术的肥胖糖尿病患者，在手术后极短时间内，往往几天内，血糖就恢复正常了。难道手术有什么神奇魔力？泰勒教授深入研究后发现，其实奥秘不在手术本身，而在于手术让病人短期内饮食摄入骤减，身体迅速消耗掉大量内脏脂肪。这启发他去验证，不开刀，只靠严格节食，可不可以同样逆转糖尿病。2011年前后，泰勒教授招募了一批2型糖尿病患者，让他们严格执行为期8周的超低热量食谱，每日仅喝3杯特殊配方奶昔加1盘蔬菜，合计约800大卡，其他不吃任何东西。可以想见，这段日子病人们真是靠毅力在撑，饥饿感肯定会找上门。好在配方饮品会加点蛋白质和纤维来增加饱腹感，同时需要大量喝水撑住场面。结果非常惊人，很多人短短2个月减掉了大约15公斤体重，随之而来他们空腹血糖降到了正常范围，有的甚至完全停止了糖尿病药物，病情达到了缓解。患者们欣喜若狂，连医生们都感到不可思议，难道真有可能用节食把糖尿病饿死吗？泰勒教授的团队用核磁共振扫描证实了原理，这些患者肝脏中的脂肪含量大幅下降，胰腺内的脂肪也减少了，
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得到恢复，胰岛素分泌增强，于是血糖控制重回正轨。这项开创性的研究首次证明了2型糖尿病其实是可以逆转的，只要减重够多、够快，把关键器官里的脂肪减下去就行。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发现，英国随后展开了一项更大型的临床试验，名为 DIRECT 研究。在2017年前后，来自英国初级医疗的近300名2型糖尿病患者参与了试验。一组患者接受传统的糖尿病药物治疗和饮食建议作为对照，另一组则在医护指导下采用全餐代餐形式的极低热量饮食，连续3个月，每天只摄入约850卡路里，喝特制奶昔、浓汤作为全部餐食，期间所有降糖药和降压药都停掉，之后再逐步恢复正常健康饮食并保持体重。结果显示，极低热量组患者平均体重减轻了10多公斤，1年后有将近一半的人糖尿病达到缓解，血糖恢复正常且无需服药，2年后仍有超过1/3的人维持缓解状态。反观对照组，缓解率只有区不到 5%， 这意味着大幅减肥带来的里程碑式成果并非昙花一现，多数患者在1年内成功甩掉糖尿病，而且效果可维持至少几年。在随访5年时，大约仍有 13% 的受试者保持无需用药的正常血糖，尽管部分人后来体重反弹导致病情复发。试验中有趣的一点是，那些成功逆转糖尿病的患者几乎都减去了最初体重的至少15公斤。这再次印证了泰勒教授的观点，对于大多数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，减重15公斤左右往往就是那个让胰脏重获新生的转折点。如果起病时体重并不高，可能需要减掉体重的 10% 左右才行。现在这套奶昔瘦身疗法已经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新鲜事，在英国，医生们开始把它应用到临床。2020年，英格兰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NHS 推出了一个称为汤品和奶昔减重计划的试点专案，专门针对2型糖尿病患者提供为期1-2周的全餐代餐低热量饮食干预。结果同样令人鼓舞，平均每个参与者1年减去了10多公斤体重，其中约1/3的人在1年后达到糖尿病缓解，血糖正常，无需用药。看到这样的成绩，英国已在近年把这个计划推广到全国更多地区，希望帮助更多患者扭转病情。可以说，极低热量饮食已经从实验研究走向了现实医疗，成为逆转糖尿病的一把利器。不过我们也要坦率地说，这种方法挑战不小。首先，执行起来难度很高，每天只喝几杯代餐、奶昔和吃点蔬菜，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意志力的考验，饥饿感肯定会找上门。好在配方饮品会加蛋白质和纤维来增加饱腹感，也需要大量喝水撑住场面。其次，极低热量饮食一般建议在医生或营养师监督下进行，确保营养摄入均衡，并及时调整降糖药剂量，因为血糖会快速改善。最后，最难的是减肥易，维持难。不少患者减重成功后，随着恢复普通饮食，体重又悄悄回来了一些，糖尿病症状也可能卷土重来。所以这种方法的长期效果取决于后续能否维持体重。不过，即使未能完全逆转病情，减掉的体重也让血糖和健康状况比以前好了许多。一些患者会选择隔一段时间再来一轮短期低热量方案，以帮助保持成果。极低热量饮食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，对付因吃太多导致的糖尿病，就用少吃来治。通过一段时间热量断供，身体会启动自我修复机制，把多余的脂肪燃烧掉，胰脏和肝脏轻装上阵，恢复工作能力，血糖也就降下来了。它有点像给身体按下了一个重置键。当然，这个过程并不轻松，但胜在见效快，医学证据扎实。对那些动了手术念头或者药物控制不佳的患者来说，严格节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。毕竟，短短几周的苦行僧生活，换来的可能是糖尿病多年缠身的解除，听起来还是很值得的。英国有患者笑称，我只是暂时把美食换成了奶昔，却换回了我的健康。这或许就是对极低热量疗法最生动的注脚。方法2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。换种吃法也能逆转糖尿病。如果说极低热量饮食靠的是吃的少，那第二种方法靠的就是吃的巧。
它并不强求严格限制总热量，而是重点针对导致血糖升高的元凶碳水化合物。这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低碳水化合物饮食，其中极端的一种又称生酮饮食。简单理解，少吃碳水，多吃蛋白质和脂肪，把主食和糖分降到最低，让身体改用脂肪来供能。因为摄入的碳水很少，饭后血糖不会飙升，胰岛素需求随之降低，而身体在缺乏碳水、葡萄糖的情况下会进入燃脂模式，帮助减重，一来一回就能改善胰岛素抵抗并降低血糖。打个比方，低碳饮食有点像从源头关闭了血糖的水龙头，同时打开脂肪燃烧的引擎。低碳饮食早在20世纪初就被用来治疗糖尿病，在胰岛素没被发现的年代，控制碳水是当时唯一的手段。近些年来，随着对高碳水现代饮食的反思，低碳饮食重新受到关注。大卫·安温医生的故事我们开头已经提到，其实就是病人自己先尝到了低碳的甜头，倒过来教会了医生。安温从那以后成了低碳饮食逆转糖尿病的积极倡导者。他在诊所给许多2型糖尿病和前期患者开出少吃碳水的处方，患者们的反响非常好。统计显示，在遵循低碳饮食的100多位患者中，有1半左右达到了无需药物 HbA1c 恢复正常的状态，特别是那些新近诊断病程不到1年的患者，有高达 77% 在饮食调整后实现了糖尿病缓解。安温医生所在诊所因为药物处方骤减，光糖尿病药费每年就节省了数万英镑，连 NHS 官方都对他刮目相看。他本人也因此荣获英国年度一般科医生奖项，成为低糖医生的旗手人物之一。安温医生常拿自己的病例分享，有患者原本注射胰岛素多年，饮食改变后瘦了10几公斤，不到1年胰岛素居然停掉了。还有70多岁的老人，糖尿病史20年，一样通过改变饮食成功摆脱了药物。听起来像奇迹，但背后其实有理可循。究竟低碳饮食有何魔力？所谓低碳水化合物饮食，一般是指每天将净碳水摄入量控制在较低水平。对于逆转糖尿病，通常需要比较严格的低碳甚至生酮状态，例如每天碳水控制在不超过50克净碳水不含纤维的碳水左右，有些方案更严格，只给20克上下，这样几天后身体就会进入酮症燃脂模式。也有较宽松的低碳饮食，如每日碳水100克以内，同样对血糖有益。重点是相比一般人动辄300克以上的碳水摄入，大幅度减少碳水。那吃啥呢？低碳并不意味着挨饿，热量可以来自蛋白质和脂肪，于是你的餐盘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，主食比例大大缩减，取而代之的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，各类肉类、鱼虾、海鲜、蛋类、豆制品和天然健康脂肪，如牛油果、坚果、橄榄油，再搭配绿色蔬菜等低淀粉蔬菜。比如早餐不再是面包、牛奶，而是煎蛋、培根、牛油果；午餐、晚餐不碰米饭、面条，多吃1块肉配1盘沙拉；水果也选择含糖较低的莓果类，避免含糖高的香蕉、西瓜等。简言之，就是挑那些不太让血糖升高的东西来吃，把会大幅升糖的食物，糖、面食、米饭、土豆等淀粉尽量拒之门外。由于蛋白质和脂肪更能产生饱腹感，很多人发现低碳饮食下食欲会自动下降，不知不觉就吃少了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体重下降。更妙的是，低碳饮食让胰岛素分泌处于较低水平，身体处于燃烧脂肪模式，因此腰腹部的赘肉往往减得很明显，肝胰的脂肪也会同步减少。从改善机制看，低碳饮食和极低热量饮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一个是少吃一点，一个是少吃一类碳水，两者最终都能达到减重降糖的目的。科学研究对低碳饮食逆转糖尿病的效果也给出了有力支持。美国 Verta 公司与印第安纳大学合作的一项为期2年的研究中，将约350名2型糖尿病患者分成2组，一组接受常规糖尿病护理，另一组采用严格的生酮饮食并有健康指导。结果生酮组中有 60% 原本需要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停用了胰岛素，总体约1半人在1年后达到糖尿病缓解或逆转，2年后
仍有将近40%保持缓解，而对照组只有1%左右的人达到缓解，和英国 Direct 研究的效果不相上下。更长远的观察发现，许多遵循低碳饮食的患者不仅血糖降了，血压、甘油三酯等心血管风险指标也改善了。难怪近年主流糖尿病机构开始承认低碳饮食的价值。美国糖尿病协会在2019年将低碳生酮列为糖尿病营养治疗的一种可选方案。英国糖尿病协会也越来越多地讨论低碳饮食的益处，毕竟证据摆在眼前，不吃米面糖也许比吃几片药更管用。对很多患者来说，这种改动饮食习惯的方法具有可持续性，因为他们照样能吃饱吃好，只是换了食物种类，没有饥饿感的折磨，相对容易长期坚持。当然，低碳饮食也并非没有争议，一些人担心长期高脂肪摄入会不会对心血管有害，或可能导致营养失衡。尤其极低碳的生酮饮食，维生素纤维摄入不足，需要精心安排菜谱，并适当补充营养。另外，刚开始实行低碳饮食，有的人会出现生酮流感的不适症状，头晕、乏力、口干等，但通常1-2周内可缓解，多喝水和补电解质能顺利过渡。还需提醒的是，如果正在服用降糖药或注射胰岛素，开始低碳饮食前应咨询医生并调整药量，因为血糖会明显降低，药量过多反而有低血糖风险。总的来说，低碳饮食对逆转糖尿病是安全且有效的，前提是科学实施并因人而异。如果同时能兼顾均衡营养，如多摄入蔬菜、适量水果、坚果来补充微量元素，低碳饮食可以成为一种长期健康饮食模式。很多人戒掉甜食和精白主食后，反而感到精力更好，肚子更小，甚至口味变清淡了。有人打趣说，糖尿病逼着我戒糖，结果一不留神还戒出了6块腹肌，这真是低碳饮食带来的意外惊喜。方法3，间歇性断食，给身体放空的魔力。第3种方法关注的不是吃什么，而是什么时候吃，它就是近年风靡全球的间歇性断食。乍一听断食，不少人会吓一跳，不是吧？还要挨饿？其实和极低热量饮食那种连续节食不同，间歇性断食讲究的是有规律的进食与进食交替，即在特定的时间段里吃东西，其他时候完全不摄入热量，可以喝水或无糖饮品。常见的做法有日常限时进食，如16.8分，即一天中进食16小时，8小时窗口内进食，或周期性断食，如5.2分饮食法，即每周5天正常吃，2天严格控制在500到600大卡左右。也有人采取隔日断食或更长时间的断食模式。对于逆转糖尿病而言，目前应用广、研究也较多的是16.8分每日限时进食和5.2分这种部分断食的方法。间歇性断食为什么有助于糖尿病？原因与胰岛素的工作节律有关。当你空腹一段较长时间，血糖会逐渐下降，胰岛素水平同步降低。低胰岛素状态下，身体开始动员肝脏的糖原和脂肪细胞的脂肪酸来供能，即开始烧脂肪，包括脏器周围的脂肪。原理和极低热量饮食有点类似，只不过间歇性断食不是每天都饿，而是在特定时段不吃，其他时段正常吃。靠这种周期性开关，既给了身体燃烧脂肪、修复胰岛素敏感度的时间，又不会让你一直被饥饿困扰。长期下来，很多人发现间歇性断食确实能带来明显的体重下降和腰围缩小，而在允许进食的那段时间，只要选择健康食物，不过度暴食，就不会有太大压力。对血糖而言，断食时段等于给胰岛贝塔细胞放个假，大大减轻胰岛素分泌的负担。而进食时段若能避免精制糖和高升糖物，饭后血糖也不会飙高。如此双管齐下，胰岛素抵抗得以改善，胰腺功能得以休养，血糖就稳步向好。英国医生迈克尔·莫斯利是将间歇性断食带入大众视野的重要推手之一。莫斯利原本是一名医生兼电视记者，大约在2012年，他发现自己的血糖已经接近糖尿病水平。为了避免走上长期吃药之路，他开始寻找饮食干预方法，最终接触到当时还算新兴的间歇性断食。与营养学者合作后，莫斯利设计并亲身实践了5.2分断食法，
每周2天将热量限制到600大卡左右，另5天则正常饮食但不胡吃海塞。短短8周里，他减下约9公斤体重，腰围变细，血糖从糖尿病边缘降回正常范围，成功逆转了自己的糖尿病前期。此后，莫斯利便在媒体公开5.2分法的原理与成果，引起轰动。后来他把经验写进《血糖、饮食》等畅销书，继续宣传间歇性断食如何帮助逆转2型糖尿病。如今在英国，一提到间歇性断食，莫斯利医生的名字总是绕不开。当然，科学讲究实证，最初传统医学界对断食疗法也颇感疑虑，但近年来不断有研究为其背书。最新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就显示了5.2分饮食对糖尿病的潜力。在为期16周的对照试验中，受试者分组使用不同药物或5.2分断食法，断食组的血糖和体重改善效果竟然比部分药物组更佳。还有其他一些临床数据和案例报告也显示，间歇性断食可以明显帮助糖尿病患者减轻体重、降低血糖，甚至部分人能够停药保持正常血糖达1年以上。对于那些病龄较长、常规药物控制欠佳的患者，也并非没有机会看到惊喜。实践中，不少糖尿病患者认为间歇性断食操作较灵活。例如 16.8 分，你可以选择跳过早餐，只吃午晚2餐，也可以晚餐时间提前，晚上不再进食。5.2分法则更轻松，每周只有2天要严苛控制。有人甚至把间歇性断食和低碳饮食结合起来，非进食时段燃脂，进食时段少吃碳水来防血糖大波动，效果更佳。当然，要提醒大家，断食必须量力而行，讲究科学，别盲目长时间不进食造成低血糖或其他风险。若你正在用胰岛素或口服降糖药，最好事先咨询医生调药，以免血糖过低。一般来说，从日常限时进食开始，慢慢适应，再尝试更严格的断食模式也不迟。只要方法得当，间歇性断食不仅有助降糖减重，还可能带来抗炎、改善代谢等多重健康益处，是一举多得的生活方式升级。不少人还指出，这种周期性饥饿进食的节奏其实与人类祖先长期狩猎采集、不稳定进食的历史相吻合，身体并不陌生，反而会启动许多深藏的自愈机制。总结3种方法后，你可能已发现一个共同的秘密：无论是极低热量饮食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，还是间歇性断食，他们的目标其实如出一辙：减轻体重，改善胰岛素功能，从而降低血糖。换言之，通过改造吃来减轻或拆除糖尿病的根源压力、胰岛素抵抗和胰腺负担。以前我们总说糖尿病是富贵病，那么对付它的妙招也许就是先苦一点，瘦一点。英国医生们的研究和实践证明，与其依赖药物，不如花几周或几个月改变饮食，收获的好处可能不只是减药那么简单，有时甚至能迎来真正的逆转。想象一下，不再天天惦记药盒、针头，血糖复查也一次比一次稳定，这种摆脱束缚的感觉岂不妙哉？当然，我们也要理性认识逆转这个概念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，通过饮食干预所达到的糖尿病缓解是一种可控的恢复，而非完全治愈。只要持续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血糖可以长期维持在正常水平。但如果体重反弹，重回不良饮食习惯，糖尿病依然可能卷土重来。因此，逆转并不意味着可以彻底高枕无忧，反而说明今后更要对身体负责。好在许多成功逆转的患者表示，当他们真正感受到不吃药的轻松和健康的愉悦，反倒更愿意持续努力，不想再回到糖尿病的泥潭。有人担心，我糖尿病已经好多年，现在还能逆转吗？其实，只要你下定决心，永远不嫌晚。研究显示，哪怕糖尿病病程超过10年，也并非完全没有逆转的可能。即便不能完全缓解，大幅减轻体重也足以显著改善血糖和并发症风险。当然，越早行动，往往越容易见到明显成效。对于那些正处在糖尿病前期的人来说，更是大有可为。饮食改造、体重管理，也许就能把血糖从临界点拉回正常，在它变成真糖尿病前，成功扭转乾坤。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多花样的饮食模式，被证实对糖尿病有益。
但不管怎么演变，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将主动权交还给我们自己。英国医生们已用实战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，越来越多患者也在亲身体验这种惊喜。或许再过一些年，我们回头看2020年代，会把它称作糖尿病治疗理念的重大转折期，从只能用药物控进化到先用生活逆转。那时，糖尿病无法逆转这句话将被彻底颠覆。每个人都能在3餐里发现改变命运的力量。你的食物就是你的药，听上去像古老的谚语，如今却在现代医学中得到验证。最后，想对所有正与糖尿病斗争的朋友说，不必灰心，更不用认定只能依赖药物。也许开始时的饮食调整让你觉得不易，但当你看到体重秤上数字下降，感受到血糖渐渐平稳，体会到身体变轻松的好处，就会发现自己开启了全新的篇章。无药而愈或许并非神话，你的厨房就藏着神奇的处方，你的刀叉和汤匙就能带你走向逆转的坦途。愿我们都能借由这场由英伦刮起的饮食革命，把糖尿病一口一口地吃走，迎接更自在、更甜蜜的未来。